今天咱们来好好聊聊李白这首《子夜40歌·春歌》。这诗一共6句30字，就像唐代的短视频，每个镜头都藏着故事。有人说读诗要摇头晃脑，我倒觉得不如端杯茶，就着长安城的春风，听我慢慢唠。原诗全文是：秦地罗敷女，采桑绿水边。素手轻条上，红妆白日先。残机妾欲去，无马莫留连。第一句秦地罗敷女就有意思。罗敷是谁？是汉乐府里那个在路边采桑，把太守对得下不来台的厉害姑娘。李白这是把古代网红请回来拍续集呢。汉朝的罗敷到了唐朝，估计得穿高腰襦裙，画个实心的九晕妆。您看这采桑绿水边，选景比现在的短视频博主还讲究，波光粼粼的水面当天然反光板，桑树当背景，随手一拍就是大片。素手轻条上这句活脱脱是劳动特写镜头，白生生的手在绿叶间翻飞，像不像直播里的手工艺达人？李白特别会用颜色，青桑叶配白皮肤，红裙子衬着大太阳。这撞色搭配放到现在能上时尚杂志封面。有人说这是在夸姑娘漂亮，我倒觉得是在给盛唐女性表达支持，既能下地干活，又能把日子过得精致。读到残机妾欲去，画风突然紧张起来。养蚕人急着回家，可不是普通的农活。唐朝的丝绸贸易有多重要？就像现在的芯片产业，养蚕缫丝是国家战略。蚕宝宝饿肚子可是要耽误国际订单的。罗敷这一着急，说不定关乎着长安城的 GDP 呢。无马莫留连这句暗藏玄机。无马车在汉朝是太守标配，到了唐朝成了贵族出行的座驾。这些达官贵人在桑田边转悠啥？表面看是赏春，实际是考察经济作物。桑树在唐朝就是绿色黄金，贵族们都知道这是会下金蛋的摇钱树。您看这对比，劳动者为蚕饿着急，贵族为商机徘徊。盛唐社会的多元面貌全在这儿了。把6句连起来看，李白简直是个天才导演。前4句是田园风光片，绿油油的桑田，波光荡漾的河水，姑娘们的红裙子在阳光下晃眼。后2句突然切入职场剧，养蚕人的紧迫感，贵族的经济嗅觉，活脱脱一部盛唐职场风云。颜色运用更是一绝，青、桑叶、白、手、红、妆、金、日构成春日主色调，最后以暮色的灰蓝收尾。整个画面就像莫奈的睡莲系列，充满光影变化。这可比现在的滤镜高级多了，是自然与人文的完美融合。红妆白日先里的白日可不简单，在唐代，白日常用来指代盛世。李白用这2个字把个人之美与时代之光巧妙结合，比现在的植入广告高明多了。您再细品无马莫留连，暮色中的马车徘徊，像不像现在的街拍？网红收工了，围观群众还舍不得走。这种瞬间的美好被李白永远定格在诗句里。这诗还藏着唐代的经济密码，蚕桑叶支撑着丝绸之路的繁荣。罗敷们的纤纤素手织就的不仅是丝绸，更是盛唐的国际形象。贵族的无马车，百姓的蚕宝宝，共同构成了那个开放包容的时代。每次读这首诗，我都能闻到桑叶的清香，听见长安城的市声。李白用30字给咱们留下了盛唐春天的全息影像。下次您路过桑树林，不妨伸手摘片叶子，说不定能听见1000年前蚕宝宝啃桑叶的沙沙声呢。最后可别忘了点赞关注我们哦，我们下期下歌见。